欢迎来到少主离的魔玩频道。今天我们来玩这个，我看评论区有个朋友一直在催更这一款百威的钢鞭，那我们看看这回做的如何吧。盒子其实还是挺大的，背后是兽形状态下的一些玩法展示，侧面这里。这个背景一看，老网拍的嘛。直品一份彩图的拉页说明书，但是，变形指示乱七八糟的。盒子里边自带了一个地台，细节做的涂装这些效果还可以啊。上面这个支架的造型也不错，并且底下还能把这些小配件都收纳起来。人形和鸟形的支架托，这两个可以插在地台上，把大宝剑放在这里。别说啊，这样支撑起来的效果还挺带感的。但是吧，这把剑这个造型怎么看着越看越眼熟呢？这不二傻子的大孝子之剑吗？我不记得电影里边那把剑是什么样子了，但是这个就太双之哀伤了。来看玩具的实物，人形态包装啊，看起来身上还是比较简洁明了的，一些装甲的装饰以及涂装的效果很有电影里边的那种很旧化的感觉啊，青蓝色的这种金属漆点缀上去，这种锈迹斑驳。人形高度到头顶24.5公分左右，要是到最高的那个尖儿26公分左右，也是那种很欧洲骑士风的一颗头雕。中间是一个透明的零件，但是背后这里透光的并不好。找了一下，似乎没有发现眼灯，但是样子还可以啊，不难看。胸口这里标志性的两个鸟头，也是真零件变形出来的。这一块的小匕首、胳膊、大爪子、全指可动手，这些地方都用了齿轮关节。全甲打开，前踢能踢到很大的幅度。后踢几乎没有，侧台的话，因为这一块的装甲局限的很严重，就卡得很死嘛，大概也就是掰2-3尺的距离。膝盖这里也是齿轮关节，脚踝下边这里是合金的，起到一个支撑配重的效果。左右有一定幅度的接地，球形关节。背后这两片翅膀的刻画还是不错的，它其实是有一个质量转换的压缩的。我们一会儿变形的时候来看，像是披风一样的造型，可以跟这样张开。后背也是很干净的，这些纹理的刻画、脊椎的细节，全甲后边连通了两个可动关节非常多的尾巴，而且这一款的用料也是那种很柔软的材质啊，应该是掺了一些尼龙，所以呢，有一些地方它使用了很多的连杆结构，但是支撑性我觉得还可以啊。只是因为韧性太好了，所以呢会晃悠。那我们来变形一下，看一看效果如何。首先第一步，把这两个鸟头打开，脖子的根部有很多段的关节，我们把这俩竖起来。背后的两片翅膀先打开这一节，打松，后盖这里撬开，先把它卸开一条缝隙，让这两个翅膀的边缘转出来。这里有两个挂钩是挂在这个后背里面的。我们把它打开，腾出更多的空间来，然后整个把后背这里掀开，下边的两个鸟脖子根部是双段的关节，把它延长拉出来，再扭扭正，转过来，脖子这一块缩下去，头顶的这个尖折叠，旋转个180度，缩到肚子里面去，翻到正面，领口的这个装甲的零件旋转里边的关节轴，把它都延展开。这一块里边的转动方向非常的多啊，其实你只需要理解把它延长到一个最长的状态就行了。而且这个材质的韧性也挺强大，我们就可以把后背的这个盖子扣合回来，然后鸟头稍微的让一让，把这两根前边拴出来的肩带我们旋转一下，根部这里有一个卡槽，和背后的这个位置结合一下，相当于一个2次的夹合，旋转一下角度，把它锁住。这个杆子其实放在这里就是一个稍微斜着一点的角度啊，因为这一块背部的装甲有一个斜坡的曲线，把它拉起来，这块的扣子挂上去，结合好，两个鸟头摆摆正。整个胳膊和翅膀的变形，我觉得是这一次设计最有趣的地方啊。首先延长一个 Z 字折叠的关节，根部这里有插扣，但是不要把它折到底，
里边这儿还有一个尖儿，顺着根部把它先翻出来，翻到最大的幅度放外面。翅膀尖的这个部位翻到内侧，我们把这一节在里边压着的板子打开，根部的插扣拉出来以后，在最后一节这个地方是一个滑槽，我们把它压下去，然后对折打开，顺着这些连杆我们往下拉，拉到最底下，先插上这一块的插扣。在下边的这一节根部是一个挂钩，把它锁上。那这个翅膀我们就把它的整个的面积变大了，嘿，也算是一个利用了片片和杆子增加了翅膀的一个范围的结构啊。然后我们来处理胳膊，在这个转轴的位置和尖头这个地方的螺丝孔有一个插合点，把这个位置锁一下，然后胳膊旋转一个角度，把这块的关节拉开。翅膀放下来，顺着这个地方又是一个挂钩，把这一节挂上。好，然后刚才我们翻起来的这个夹角再往后折叠，锁过来以后和袖口这里又有一个插扣，把这里再固定一下。现在我们相当于就把这个胳膊和翅膀连接在了一起，让它形成一个整体。这块小零件旋转过来，然后通过里边的连杆翻折。卷进去，里边的插扣固定，把这个窟窿填起来。原先胳膊上面的一个造型零件小匕首插在了这个凹槽里边。手指这里张开3个指头，把胳膊和翅膀根部这块都连接在一起，就可以把这一节前边的翅膀折叠过来。这是一个平面的，包括它前方这里虽然是2片夹合在一起的，但是这些轴都是通着的。小臂内侧这里还有一个小细节，我们把它抠出来。双段关节把小臂内侧的这一块零件翻出来，然后折叠一下，跟尖头的正面这里再锁定一个插扣。这里边有一个窟窿，3个指头撩起来，把这一块的大拇指旋转一下，哎，稍微的堵一堵这个窟窿。可以说这个质量转换理论上它的设计就是片片和杆子，但是最后的完成效果以及这些零件的隐藏收纳的位置啊，还是挺有趣的。尤其胳膊这一块跟翅膀连接处，然后前后的夹合这一块其实也是不影响可动的，根部还是一个齿轮关节的支撑，所以还挺稳固。这一节我们先可以翻下来啊，最后的时候我们需要调整一下。2个翅膀都变形好之后，我们翻到后背来，侧裙甲的后半个。跟这里有一个关节，先把它立起来，然后腿部往前折叠90度，前半个裙甲稍微往后移，腾出来更多的空间。我们现在需要把这一块拉一下，旋转个180度，然后根部这里有一个双段关节，尽量的往下压，哎，把它填到这个裆部的内侧去，上方这里的这个缝隙对应。就可以把它挂上了。另外的一半，我们从这个角度看一下，先把它打起来，然后腿部往前折叠90度，这块的前裙甲稍微的往开撇一点，接着这个角度稍微得避让一下，给的空间挺紧张的，让过来以后，顺着这个双关节往下搓动，把这个夹角填到屁股里边，前方的这一块正好够到这儿。找到扣子锁住，在膝盖的里边，这里有一个扣子插合着，我们把它拉开，在这个位置。其实这个腿部我觉得有2种变形方式，说明书并没有演示啊。脱开了这一块尖刺下方的卡扣之后，这里膝盖后方这里还有一个对折的扣子，你可以顺着这里把它结合锁上，对吧？把腿部变成这样，这一块往前扣。但是说明书让你变形方式呢，是你把膝盖甲从前方这个扣子解锁开之后，把这一段 Z 字折叠缩下去，哎，再卡到上方这个扣子里边，腿部进行一个缩短，2种姿态，按自己的需求来吧。脚部的变形，稍微的往前折一折，把这块挪开，整个的大脚丫旋转180度。把这个龙爪子折过去，然后这里有一个带球形关节根部的扣子，我们稍微往下掰一点点，把这一块的骑士的脚尖拉起来，
根部和这里顺上去进行插合。这一块的固定位置呢，要把这个金属环藏到脚踝的里面，再推一下，这样才可以够得到。因为这个扣子根部是一个球形关节，它有一个余量，所以当你脚踝来回活动的时候，这里可以跟着稍微的动一点点，但是活动的范围幅度不大，再大了就把这个扣子挣开了。把这些全部做完之后，最后盖上这2片，这儿还有2个小角，缩下来，咱们就可以顺着裙甲这里给它插上去。整体的一个造型来说，做的还是不错的。翅膀下边有着非常丰富的刻画，胳膊也完全跟翅膀结合在了一起锁起来，这种感觉其实还是挺好的。鸟头的造型刻画不错，脖子这里也有很多段的可动关节，嘴巴这里还能打开。爪子因为是人手真零件变形出来的，所以这里的指节也是可动的。翅膀根部是齿轮关节，活动范围非常大。这一节也可以旋转，前方的这一段还有可动，所以理论上它也可以摆一个趴下来的姿态，这样子翅膀做的还是挺仿生的，然后就可以一口把豆芽小朋友的小恐龙吃掉，扑啦啦啦啦啦啦飞了。变形完成的这个样子其实还是挺帅气的，而且翼展相当的恐怖。完全打开在70公分左右，尾巴是插扣固定在这里的，拿在手里边也可以当2个软鞭使。那么最后也是总结一下吧，百威的这一款钢鞭其实让我还是挺意外的啊，有一些地方的设计结构啊，用现在的眼光看，其实还是比较稚嫩的。杆子片片并不是多么高级的一种设计风格，但是最终处理完成这个大翅膀的质量转换，我感觉还挺有那么点意思的。很好的一个处理效果，并且能把真实的手臂还有爪子这一块融合到翅膀里边去锁定出来的这么一种感觉。但2个形态最终处理的效果，我觉得竟然还不错呢。料子特别的有韧性啊，所以一些连杆的地方倒是不至于多么容易损坏。变形的难度不算高，可是有一些地方因为边缘太过尖锐了，还有一些尖刺。尤其你在抠腿部的时候，你看我这个地方就负伤了。整体的涂装还可以，细节的刻画也算是比较丰富的。所以喜欢电影系机器恐龙的这些朋友们，我觉得这款百威的钢鞭还可以啊。另外最重要的一个点，挂上了百威这2个字，大家可以不用担心它的售价会很贵。那么大家觉得这一次百威钢鞭做的如何呢？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的观点。这一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